什么？我妹妹肚子里怀的是肿瘤？是的。你现在有着身孕，可要当心点儿。陈翠萍这个贱人，今天一个人来医院，我倒要看看她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大夫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我妹妹肚子和我一样大，怎么会是个肿瘤啊？你妹妹的肚子大，看着就像怀孕，但实际上已经到晚期的肿瘤了，预计寿命不到1个月。什么？她刚没了老公，现在肚子又出了问题，她一定很难过。大夫，治这个病要花多少钱？病？难不成陈翠萍得病了？这肚子里的肿瘤治起来最是麻烦了，保守估计需要100万。100万？原来陈翠萍肚子里的不是孩子，而是肿瘤。脚，你真像。维达，我肚子里可怀了你的种，你什么时候和我姐姐离婚了？我早就不想和她过了，谁叫她也怀上了，现在和她离婚，传出去名声不好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我姐姐肚子里的不是孩子，而是一个肿瘤。什么？你跟我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我在医院亲耳听到的，大夫还说治这病要100万呢。既然她陈翠萍没怀上，还得了这死贵的病，那我们就正好借着这个由头跟她离婚吧。这天大的好消息，咱们不得好好庆祝一下？什么声音？死鬼！讨厌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小妹，你在我男人房间里做什么？阿姐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就来让姐夫帮我看看。是啊，老婆，你看，小妹她老公刚走，家里就我这么一个男人，我可不得好好照顾照顾小妹。老公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小妹，你肚子不舒服，就赶紧回房间休息休息。待会儿阿姐给你炖汤喝。好。哎，来，老婆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老公，我想从卡里取100万出来。果然，陈翠萍把我支走就是为了要钱。什么？100万？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维达是个嘴上没把门的，要是把小妹得肿瘤的事告诉他，万一说漏嘴就完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娘家遇到了点急事，需要点钱周转周转。这个短命，分明是想用钱去治他自己的病。维达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！陈翠萍，你还真是敢狮子大张口啊！我告诉你，这100万是我李家的钱，你娘家遇到事儿，凭什么来找我李家拿钱？老公，我没办法跟你解释这么多，但是这100万是救命的钱，你能不能？不能！你给我听好了，陈翠萍，今天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。你娘家遇到的事儿，自己想办法解决去。维达，说得好，陈翠萍一死，这李家的钱就都是我的了，绝不能拿去给她治病。我听说你这病要花100万，这麦田的50万也不够啊。剩下的钱我再想办法，我这有手有脚的，再去捡点破烂，也要把这个钱凑齐。在这边是吧？这儿。哦。麦田的钱，还有捡瓶子挣来的钱，100万终于凑齐了。这下凤娇有救了。我的钱呢？怎么都变成了废纸？老公，我就说，你就得买这黄金，衬你。真美。老公，你是不是把我钱拿走了？你赶快给我，我有急用。把钱给你啊！做梦！我说我这些天找不见你人呢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到处找人借钱呢？老公，我……你什么？
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这些钱是我卖地挣来的，还有我打工挣来的钱。但是这些钱不是我自己花。我前2天去医院，医生说什么？说你这儿长了个瘤子，说你活不了多久了。什么肿瘤？老公，你误会了。阿姐，你可真能装！这时候你都不承认，你要这100万，不就是想救你这条贱命吗？小妹，你也误会我了。这100万确实是救命钱，但救的不是我的命。哼，你也知道你这条烂命不值得救啊！我都替姐夫查过了，你这病就算治好，身体也会非常差的。喂，你该不会想着以后让我给你多安屎、多安尿，过下半辈子吧？别做白日梦。要我说，得了这病就该自认倒霉。这100万拿来做什么不好？哼，拿去治病，那不就亏大了？是你们误会我了，我现在没空跟你们解释。老公，你先把钱给我，我后面慢慢跟你说。给不了，我花完了。什么？你把钱花了？老公，你快告诉我，你把钱花去哪儿了？陈翠萍，你听好，那是老子的钱，我想怎么花怎么花，你管不着。你知不知道，那100万是救命的钱？把钱给我。陈翠萍，我发现你是真自私啊！100万，那有的人他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，你拿我的钱去治你的病。对啊，100万就该花在有价值的人身上。小妹，你的珠宝首饰。李维达，你的100万拿去给他买奢侈品了。没错，我把钱拿来给你小妹买首饰了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千金难买美人一笑。我觉得这钱就花得很值。老公，你糊涂啊！小妹，你听姐说，赶快去把这些首饰退掉，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不值得你把命搭进去。真是可笑，得病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而且维达哥愿意给我花钱，你难道还不明白，在他心里是凤娇是我妹妹，你竟然背着我和她。陈翠萍，你长眼睛没有？你能不能自己撒泡尿照照，看看你现在这活脸婆的样子？谁会想和这样一个丑女人过一辈子？是啊，而且还得了这要死人的病，你还这么自私，还想霸占维达？你们，喂，陈女士，已经到缴费的截止时间了，你妹妹的手术还做不做？凤娇毕竟是我的妹妹，我不能不管她。做，要做，做什么做？要做手术的话，赶快把100万手术定金交上，否则负责手术的专家就要去国外了。陈翠萍，你还骗我？你还想说那100万不是你拿去准备治病啊？这电话里面一时说的清清楚楚。你们都误会我了，得病的不是我，把手机给我，我跟医生说。滚开！幸好这100万我拿去买奢侈品，要是给你治病，那我可就亏大了。喂，女士，你还在听吗？你听着。这手术我们不做了，这手术我们不做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做过手术就只能在家等死了吗？臭婆娘，给我安分点儿！够了，我考虑清楚了，我现在就能告诉你。这手术，我不做了。你在叫什么叫啊？还没到哭丧的时候呢。我要是他，我也得哭。我可不像你命这么苦，我命好着呢，肚子里的孩子马上就要生了，以后享不完的福。是啊，没了你这个短命鬼啊，咱俩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什么？得病的是我？陈翠萍，
你当我傻吗？这病历一看就是假的。拿着一本假病历，就想骗我给你花钱治病？你这种伎俩，我一眼就能看穿呐！陈凤娇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？你亲手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！你有病吧？你说我断了自己的后路，断了后路的明明是你。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但听阿姐最后一句劝，你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。现在反悔，也许还来得及。我肚子里的孩子健健康康，你要我去医院是什么意思？是想诅咒我的孩子晦气得病吗？我诚心劝你，你还是不听。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要是以后知道了真相，千万别后悔。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坏呀？自己骗钱治病不成，满嘴喷粪呢！要我说啊，这种短命鬼就应该把他赶出去。对，要是让这短命鬼死我家里，真他妈晦气！你们要干什么？100万就该花在有价值的人身上。陈翠萍，你能不能自己撒泡尿照照？看看你现在这活脸婆的样子，真是可笑。伟大、凤娇，你们好狠的心！天大地大，哪里还有我的容身之处？救命！翠萍，你怎么了？醒醒！你醒了？怎么样？身上有哪里不舒服？周老板，我怎么在这儿？你晕倒在我店门口，我看你怀着孕，就把你带进来了。来，喝点热水，暖暖身子。谢谢周老板。举手之劳。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？我没事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休息一下就走，不打扰你了。哎呀，先别动，你这样的身子能走到哪儿去？这样吧，我这茶馆后面还有间空着的小杂物间，虽然简陋，但收拾一下也能住人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可以先在这里安顿下来。这怎么能行？这太麻烦你了。哎呀，没什么麻烦的，人都有难处的时候。你先安心住下，等孩子平安生下来再说。周老板，真的谢谢你。别客气，以后这儿就是你家。家，我还有家吗？也许这里能成为一个新的开始。翠萍，周老板，这些活让伙计们干就行，你得多休息啊。我睡得很好，活动一下反而舒服。你收留我，我总不能白吃白住。哎呀，快别这么说，你身子重，照顾好自己最重要。翠萍，哎，先歇会儿，我给你炖了鸡汤，趁热喝，补补身子。这太麻烦您了。不麻烦，我看你脸色还是不太好，来，营养得跟上。周老板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。举手之劳，不必挂心。你安心住下，把孩子平安生下来，就是最好的报答。周老板是好人，这里真的能成为我的家吗？这才几天呀，又没钱了。你说我吼什么？那些钱大部分不都给你还款和做生意赔掉了吗？我买件首饰怎么了？你都怪沈翠萍，要不是那个扫把星，老子也不能运气这么差。那个女人肯定还藏了私房钱，不能这么便宜了她。对，妈的，一个要死的孕妇，我看她能跑多远。
请您慢用，请慢用。好，谢谢。翠萍，你坐下歇会儿吧，你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。没事，可能就是有点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。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。翠萍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孩子，这是要生了，你等着，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医院。医生，怎么样？你是病人家属吗？我是，请你们一定要救他。病人情况很不好，早产导致身体虚弱，需要立刻进行手术。你去那边进行手续办理和费用缴纳。钱不是问题，一定要保住大人和孩子。来，签个字。翠萍，你醒了，身上感觉怎么样？恭喜你，是个健康的男孩，虽然早产，但生命体征平稳。真可爱的小男孩。谢谢您，周老板。如果没有您，我们母子恐怕……别这么说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。他好可爱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多可爱呀！是周老板给了我新生，这份恩情我永生难忘。又没钱了，维达，你想想办法呀！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钱花完了，工作没了。哎，你说陈翠萍她会不会还藏了些私房钱？她一个要死的孕妇，能藏什么钱？那可不一定，她之前能借到那么多钱，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。这。赵阿姨，出门啊？那个，您最近有没有见到我姐姐翠萍啊？她前几天负气出走，我们都很担心她。这个嘛，小小意思，你就告诉我吧，我们是真的担心她，毕竟她还怀着孕呢。早2天我女婿开车送我，在城西的那个地方，好像也看到一个像翠萍的人。城西哪里？城西那个叫什么静心园的茶馆附近，一个男人扶着她，好像快要生产的样子。男人？什么男人啊？穿的还挺得体的，开家茶馆。哎呀，你姐姐真是好命，碰到他是她的福气。这个贱人，不但没死，还攀上了有钱男人。打听到了？打听到了。你那个快要死的老婆，现在可风光了。什么意思？她在城西被一家茶馆老板收留，人家还伺候她生孩子呢。不是，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非要亲自去看看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是怎么勾引男人的。陈翠萍，你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，现在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哼！陈翠萍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我说你怎么舍得离开李家？原来是早就跟野男人勾搭上了。凤娇，你在这胡说什么？哼！大家快来看看啊！就是这个女人卷走我们李家的钱，跟野男人私奔，现在连野种都生下来了。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！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！这位女士，请你放尊重。哼！呀，姘头出来撑腰了。你知道他是什么货色吗？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弃妇。翠萍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倒是你，如果你再污蔑他人，小心我报警处理。报警？哼，好啊，让警察来看看这个不要脸的女人。立刻离开我的茶馆，否则我马上就报案。你们等着，这件事没完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周老板，对不起，我又给你添麻烦了。
这不是你的错。从今以后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我会保护你和宝宝。周老板，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？周老板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找到这里来，还会闹成这样。我明天就和孩子搬走，不会再影响你和茶馆的声誉了。翠萍，看着我，该说对不起的人不是你，是那些伤害你的人。你没有做错任何事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翠萍，你还记得吗？这里就是你的家。今天发生的这件事，只让我更加确定。我现在说这些可能有些突然，但是我真的不想看到你再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任何伤害，也不想再给你任何想要离开的理由。嫁给我吧，让我名正言顺地保护你和孩子，让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。周老板，你不必这样的，我不值得你这样做。值不值得，由我来判断。翠萍，你知道吗？我欣赏你的坚韧，心疼你的过往，更珍惜你的勇敢。给我一个机会吧，让我照顾你和孩子一生一世，好吗？我愿意。谢谢你，文轩。一家三口，我呸！陈翠萍那个贱人，她凭什么找到那么好的男人，还过得那么幸福？我不甘心！他还要娶她，他到底图什么？我一定不能让她好过。周文轩是吧？陈翠萍是吧？他们让我不痛快，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，永无宁日。陈翠萍，你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，从前是，现在也是。我发誓，一定要把你重新踩进泥里。大家辛苦过来捧个场。各位街坊邻居，快活林今天新店开业，全场茶饮点心一律半价，绝对正宗，绝无劣质茶叶。来，各位感谢来捧场，别干站着，往里进，往里进。来，里面请。欢迎！欢迎！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啊！文轩，对面价格压得太低了，咱们的老主顾都被拉走了不少。知道了，没事，我们做自己的事就行。哎，我说吧，你看这价格战一打，这客人全往咱们这儿来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和外面的人说，对面用的都是劣质茶叶，我们用的可是实打实的好茶。来，周老板，周老板，听说你们家的茶叶不太好啊？张阿姨，您在我们这儿喝了这么多年茶，味道怎么样？您最清楚。文轩从来都是亲自去茶园选茶，宁愿选成本高的，也要选最好的。你看，我们家小孩从小就在这长大，怎么会用不好的东西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有人嚼舌根。我这就去跟我那些老姐妹们解释清楚。张阿姨慢走。翠萍，谢谢你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而且我相信真诚待客才是长久之计。他们要是打价格战，那我们就可以做些不一样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推出一些养生茶，还有适合老人小孩吃的特色点心。他们做便宜的，我们就做用心的。好主意。过来，来，尝一尝，看看菜单。你的茶。好。这是我们新推出的桂圆红枣茶，特别适合女性饮用，不气血的。太好了，给我来一壶，再来一份你们这里的招牌核桃糕。好。来，翠萍，尝尝新到的明前龙井。清香甘醇，真是好茶。翠萍啊，还是多亏你这段时间，要不是因为你想了这么个好的点子，
我们也不能这么快就扭转局面。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，而且是他们太急功近利了。低价固然能吸引人，但品质和服务才是最后能留住人的。你总是想的这么透彻。这个月我们房租都交不起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就得关门大吉呀！都怪陈翠萍那个贱人，要不是她推出什么养生茶，客人怎么会都跑到对面去？不行，不能让他们那么得意。翠萍，哎，文轩，这是茶馆的股份转让书，我想把静心园30%的股份转到你名下。这怎么行？我不能要。你一定要收下，这不仅是对你付出的认可，更是我对我们未来的承诺。从今往后，这个茶馆不仅仅是我的家业，更是你的家业。我们要一起把它经营得更好。好，我们一起。陈翠萍，你等着瞧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如愿以偿。完了！交不起租，明天他们一起过来把这铺子收走了。都怪陈翠萍，要不是他们，我们怎么能落到这种田地？等等，你刚刚说他们把那小野种当成宝贝？没错，就是他们的心头肉。既然他们不让我好过，我要让他们痛不欲生。李维达，你干什么？放下我的孩子！我的孩子！翠萍，李维达，你疯了！你们害我破产，我也让你们尝尝什么叫痛苦的滋味。翠萍，抱歉。在这边，警察，就是他！什么情况？警察先生，这个人光天化日之下企图绑架我的孩子，而且我怀疑他和之前的商业欺诈和诽谤有关，我也可以提供所有的证据。李先生，您涉嫌绑架未遂及其他多项罪名，请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。走。维达，文轩，还好你及时赶到。没事了，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了。看一下，你们害得维达进了局子，把我害成这样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大家看看吧，这家黑心店老板勾引我姐姐，还陷害我丈夫坐牢。真的假的？这看着不像啊！千真万确，我姐姐被他迷惑了，连亲妹妹都不认了。大家伙儿都在，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个周老板勾引我姐姐，一起合伙开了这家黑心茶馆。凤娇，你是我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诬陷我？陈凤娇，请你自重，没有证据，空口无凭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你装什么装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就和我姐勾搭上了。你陷害维达进了局子，就是为了和我姐在一起。他说的真的假的呀？不知道啊。这周老板相貌堂堂，没想到背地里竟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啊！这茶馆看着挺风雅的，没想到发生这么龌龊的事情。大家伙儿，我还告诉你们，这家茶馆不仅老板有问题，连出售的茶叶也有问题，全是没有资质的黑心茶，喝了是会死人的。大伙儿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在诬陷我。我得赶紧回去告诉我家人，让他们再也别来。哎，各位，清者自清。关于外面的谣言，我已经委托律师处理，店内所有材料齐全，欢迎各位监督，恳请各位不要轻信流言。周先生，我们接到举报，需要对你店的税务和卫生情况进行检查。
周先生，鉴于你店面受到了举报，我们必须彻底核查店面情况，请您配合。请您务必好好检查，如果出现任何问题，我们静心园从此关门闭店。请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这么大的茶馆，我就不信没有任何问题。我做事向来光明磊落，我的茶馆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文轩，好大的口气！你一副装清高的样子，到时候可别哭着求我。周老板，检查已经完毕。警察先生，我们店没问题吧？周老板，经过全面检查，你店所有证照、税务记录都合规，卫生条件也很优秀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么大的茶馆没有任何问题。陈小姐，这家店确实没有任何问题，资质证件齐全，商品安全可靠，卫生干净整洁，是难得一遇的优质店家。如果你还这样无理取闹、随意造谣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太好了。周老板，打扰了。没事，辛苦了。请。陈凤娇，你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拿出来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就不信整不垮你们！大家伙儿，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周文轩，你这个负心汉，玩够了就想甩了我吗？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种啊！陈女士，请你站起来说话。你这样空口无凭的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负责任？你是我的时候怎么不说负责任？现在看我姐姐有钱了，就想一脚把我踢开。既然你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怀孕了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叫医生过来做检查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么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。但如果是假的，你要干什么？想害死我的孩子吗？喂，李医生，你说，麻烦您现在来一趟静心园，我们这里有一位病人需要做紧急孕检。就是啊，医生看了才知道。周老板，请问谁需要检查？可别弄错了哎，呀。你不能走啊！周女士，请你配合检查。经过检查，这位女士根本没有怀孕。你们合伙骗人！你这个骗子！各位，你们也看到了，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诬陷。我刚刚已经保留了所有的证据。陈翠萍，你这个毒！凤娇，你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快叫救护车！这没事吧？凤娇，坚持一下。喂，救护车吗？快来静心园一趟。医生，怎么样？病人的腹部有明显肿块，需要立刻进行全面检查。看来凤娇的病复发了。陈翠萍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凤娇，你醒了。你少在这里装！我的孩子没事，我只是动了胎气。你怎么现在还在执迷不悟？我当初就已经告诉你，你肚子里其实是……你少在这里骗我了，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。陈凤娇女士，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。你的腹腔内有个巨大的恶性肿瘤，现在已经到了晚期，必须立刻进行治疗。你胡说！凤娇，我这是怀孕，我怀的是孩子。检查结果情况很清楚，你根本没有怀孕，是因为这个肿瘤位置特殊，容易被人误会是孕肚。你们都是一伙的。凤娇，是不是陈翠萍让你来骗我？凤娇，医生已经把事实告诉你了，你怎么还不相信啊？不可能，我肚子里怎么会是肿瘤？是你嫉妒我，你嫉妒我过得比你好，所以找个人来骗我。病人情绪太激动了，需要先稳定下来才能继续治疗。凤娇，让他先冷静一下吧。
不会的，一定是误诊。我明明能感觉到胎动。陈女士，这位是肿瘤科的张主任，他想了解一下你的病史。这个病例很眼熟啊，半年前是不是有个类似的病例？是的，当时也是腹腔巨大肿瘤，被误认为怀孕。哦，病人姓陈，是他姐姐送来的。想起来了，没错，这个病例很特殊，本来可以手术的，但家属最后放弃了治疗。对，就这个。病人叫陈凤娇，当时她姐姐陈翠萍拼命想筹100万手术费。不可能！唉，真可惜啊！如果当时选择手术，现在应该已经康复了。听说她姐姐把所有亲戚朋友都借遍了，好不容易凑到钱。唉，是啊，是我，得病的是我，要做手术的也是我。那100万，那100万是用来救我的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你姐姐当时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救你。姐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亲手断了自己的后路。肿瘤不是孩子，是我亲手放弃的治疗，是我。你这个怪物！凤娇，别这样，凤娇，为什么在我肚子里？为什么？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人，我都听你们说话，我误会是你得病，我还撕了那本病历，那100万是来救我的命。都过去了，没事，没事。姐，你听我说完。我勾引韦大哥，我把你赶出家门，我一次一次害你，我罪有应得。没事，凤娇。凤娇，凤娇。这都是报应，老天在惩罚我。先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先好好治病。治不好了，医生说只有1个月了。姐，我好后悔。别胡说，现在医学很发达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，咱们再想办法啊。医生，还有康复的可能吗？唉，太晚了。如果是半年前进行手术，希望还是很大的。现在肿瘤已经扩散了，我们只能进行保守治疗，尽量减轻他的痛苦。钱不是问题，请你用最好的药。我们会尽力的，但是，请你做好心理准备。凤娇，我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鸡汤。姐，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？来，趁热喝。姐，我还想见韦大哥一面。你现在也放不下他？有些话，我必须亲口跟他说。好。凤娇，你怎么样？我得病了，晚期肿瘤。你不是说是怀孕吗？从来就没有孩子。半年前，姐要那100万，
是救我的命。我们错了，我们都错了。那100万，你用来给我买首饰，那棵手术，我亲口说我放弃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就是报应，我活该，你也一样。周老板，对不起，还有，谢谢你照顾我姐。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说这些。姐，我好后悔，那100万，那些首饰，我都放在老房子的衣柜暗格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姐，那些钱本来是用来救我的，可当初的我执迷不悟，最终害得自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。凤娇，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。凤娇，快别这么说。曾经我虽然怪过你，我现在希望你好好的。姐，这一切都是我活该，我想为我做的一切赎罪。你能帮帮我吗？你的心愿，我都帮你实现。姐，下辈子我还想当你妹妹。下一次，我一定会做个好妹妹。姐，我好像看见爸妈了，他们在对我笑。凤娇，别怕，姐姐在这儿。凤娇，姐姐在这儿。凤娇。翠萍啊，你们店现在生意这么好啊？听说你还要开分店了？是的，王阿姨，正在筹备中，多亏了大家支持。还是要多亏我们的翠萍，推出了很多受人欢迎的新品。请问，这里是翠萍妇女救助基金吗？是的，来，请坐。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吗？我的丈夫跑了，丢下我跟孩子，我找不到工作。我理解你的遭遇，我以前也无家可归。我们可以为你提供3个月的生活补助，而且我们茶馆也正在招人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来我们这里工作。真的吗？真的很感谢你。没事，我先送他走。翠萍，翠萍，分店的新地址已经确定了，就在成都。太好了，我想在新店也设立一个基金咨询点，这是凤娇最后的心愿，希望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女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文轩，谢谢你一直这么支持我。因为我知道这些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。看到你能够用自身的经历去帮助他人，我真的很为你感到骄傲。我曾经以为人生走到了绝境，没想到还有这样幸福的时刻。所有的苦难终将过去，往后余生，我想和你一直这么幸福下去。